1000匹马力小米御七 GT， 连上这儿啊，好软。灵魂是与这台车同在的，动力最顶的御七。那为了配合最强的御七呢，小米这个颜色玩家为您真诚推出了车厘子红。这个红色呢，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啊，一眼看上去肯定觉得它像，打在弹幕里了吗？但是啊，认真的说，这个颜色本身呢，它其实比要更深一些。同时，如果在阳光下的话，它的珠光感要更强一点。另外，就是因为御七它本身的曲面感还是很强的，所以这台车呢，颜色呈现的感觉，你会觉得它光影感更强。不得不说啊，这个车厘子红开在路上，那回头率是太高了。我前2天开啊，有个50岁的大哥跟我说。大妹子，这个是最新的御七吗？是的，大哥，最新的御七。那其实这台御七 GT 呢，整体上的外观啊，跟御七是区别不大的，但是有一些细节是不一样的。首先，24K 大金标你是可以选装地，当然你也可以选择那个熏黑的车标啊，但是一定要选这个金标，这样才能凸显跟 Ultra 一样的这个高性能的地位。那另外啊，这个车灯里面，它这儿直接一看，全部都是碳纤，这个高性能的传达也是很到位的。整体它现在是一个一体化的前铲往前伸的，并且呢，也是一体化的这种黑化的侧裙，所以这2个东西一装呢，让这台车整体啊向前的这个俯冲感要更强、更运动。另外，你们如果从车头看的话，应该能感觉出来这台车其实加了宽体，尤其是这边啊。这个轮拱它也是一个加宽的设计，然后这儿进气直接通过来的。说到进气，就是我们整个棒式的这个前引擎盖，它的那个进气也是用了碳纤的这个装饰。然后同时呢，我们现在是鸳鸯胎，前265后295，26540R21的这么一个胎宽，用的是米其林 PS5的轮胎，前6后4，红色的 Akebono 的卡钳，同时呢都用上了碳陶的刹车盘。这个红色跟这个红色其实它是有一个明显的色差的，因为这个车厘子红要更红，但是这么一配啊，我觉得还是挺帅的，对不对？现在这台 GT 呢是给我们3款21寸的轮毂可以选择，这款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一般，但是啊，双5幅的这个设计是一个比较性能感的传达，所以我估计这个轮毂应该是一个官配，大家觉得这个轮毂好看的可以扣个1。侧面的话，其实能看出御七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啊，就是包括轮眉，你看侧裙，还有我们车窗，它前部都是黑化的，后视镜碳纤的，所以它整体是有一种悬浮车身的感觉，就把它的车身的线条搞得要更好看了。那另外在这边看没，它有一个 GT 的标识，这台 GT 记住3个数字：12、15、18，什么意思啊？12处碳纤，15个 GT 标识，18项座椅调节，尾巴。这里都是碳纤的，再配合上 Ultra 同款的3段式的扩燃器，这个尾巴看上去是不是挺性能、挺凶的？那另外它也是可以自主去调节的，去优化我们的风阻。同样呢，也是电动2档可调，最高可以给这台车提供5.4公斤的下压力。这个全新的赛道红的内饰是专门为这台 GT 设计的，怎么样，各位宝贝们觉得？我觉得还算不错啊，它的红色占比是比较少的，是比较克制的。然后另外座椅这边呢用的 Alcantara， 所以我们坐上去啊摩擦力强一点，你在里面坐就更稳一点。另外咱们刚才说的那组12、15、18啊，12处碳纤，其实车里也是包括了15处 GT， 其实主要集中在车里。比如说你看我们方向盘这儿 GT， 我们这儿。Sophie 万能的 GT， 然后包括副驾前面的这个。那另外呢，现在 GT 版本这4个座位全部都是通风按摩，然后5个座位全部都是加热的。那至于其他的属性配置，比如说天窗能变色、防晒等等啊，这些我们就不赘于了，跟普通版的御七呢区别并不是非常大。那咱们现在不得？来吧，宝贝们，先来感受一下这台车整体氛围怎么样？就赛道红的这个颜色，再配上这个方向盘啊，真的很绝。因为我现在这方向盘呢，这个握的这个地方是 Alcantara 的，然后我们上下不是碳纤嘛，它中间有一个红色的回正标，我 Drive Mode 这个按键也是红色的，它下面又写了一个红色的 GT， 所以整体这个氛围，这还是非常在线的。另外啊，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现在呢，御七 GT。它已经打破了纽北 SUV 圈速记录，阿灿呢也正式成为首个纽北官方圈速认证的中国车手，所以咱们在此是不是应该先给他们点个赞？
但是他们那个车啊，跟咱们这个车是不一样的啊，他们那个轮胎啊，包括 Track Package 一系列啊，都是拉满的状态。所以说，虽然咱们有1000匹马力，但是开在路上仍然要佛系。咱们既然已经开上了，肯定还是要切到这个运动增强模式感受一下啊。准备好了吗？1000匹马力。哎呦我的天哪，这确实比标准版的快乐太多了。当时我试驾那个全新小米新速7的时候，我还在说，我说这个动力其实这样已经非常快乐了。但是结果咱们开了这个 GT 版本之后，发现不，确实哈，马力越大越能给你最原始的快乐，就是很简单的快乐，就是速度的快乐。就是加速这一瞬间，我是感觉我整个人是脸已经被甩在后面了。但是咱不得不说啊，这马力虽然是非常过瘾，但平时也可以说是毫无用处，因为你轻轻一脚马上就超速了，所以你只能就是快乐那么一瞬间。但是实在这车的马力值你是能感觉到它太猛了，尤其你切到这个运动加模式之后，它的这个声浪给你的反馈，包括就整个红色的氛围，尤其是夜晚啊，红色的氛围灯你再一点的话，确实很有想踩它的冲动，就是你很有这种驾控的感觉。另外啊，我们就切回舒适啊，切回舒适之后不是没有声浪了吗？你们听一下这车，我觉得这车整体这次静谧性表现挺好的，但说实话我还挺喜欢这个声浪的声音的，我觉得挺带感的。30-40公里每小时啊，它依然嗡嗡的给你提供好大的情绪价值。咱们这台车呢虽然是最顶的预期，但是它还没够到 Ultra 的那个级别，因为 Ultra 呢是3个电机，1548马力。那我们这台车呢是2个电机，前面 V6S 后面 V8S Evo， 就是它整体是升级过的，整体的马力1003匹，2.92秒0到100公里的加速，然后300公里每小时的极速，非常猛的这么一个数据了。就是你想想1000匹马力，你以前要花多少钱？你现在要花多少钱？这种感觉还是不一样的。尤其是它确实用这台1000匹马力的车，虽然是选装了这个 Track Package 等等啊，但它跑出了这个纽北最速 SUV 的成绩。所以说这件事儿会让这台 GT 的车主，就想买这台 GT 的车主，我觉得有一种情绪价值的获得，应该是有的吧，宝贝们。我感觉这事儿还是挺牛的，就这车还是挺快的，这车还是挺猛的。尤其是它配合这个马力呢，我们这台车现在用的是双腔的空簧加上双阀的 CDC。如果咱们是单阀 CDC 的话，那么你让它松一点，它的压缩跟回弹就全部都是松的状态，它是不能分开调节的。但是双阀 CDC 就是说它压缩跟回弹它是可以分开调节的，你可以让它回弹特别的松，但是压缩特别的紧，都是可以的。而且双阀的 CDC 呢，也会让我们阻尼的可调范围变得更广，这样的话其实你可以去到更极致的舒适性，或者更极致的运动性的这么一个表现。那实际开起来啊，我觉得这个悬架整体它还是一个，无论是你在什么模式下，它依然还会是一个偏硬的感觉，就体感上它是偏硬的，它从来不会给你啊好软。这车是软不了一点，即便是舒适啊，就我去过我们工作室那个大减速带啊，你明显感觉到它也是用非常利落的这种处理，而且是没有任何余震的去把这个减速带给你化解掉，但它完全不是一个说很软的状态，不是。所以说如果大家喜欢那种悬架特别软的感觉，这台车你一开起来你绝对会觉得它特别硬，爆硬。但是如果比如说像我其实还是喜欢比较紧凑感一点的悬架啊，就比较利落的，那你会觉得它的舒适还确实是挺舒适的。你要调到运动去过这个减速带的话，那就刚刚硬的，就是一弄你就车就就那种。另外啊，就是 GT 这台车它还配了一个 EISD 的电子轻滑的差速器，那所以就是可想的，就我们现在公路你根本就发挥不出来它的效果，可以说是，比如说你劈弯的时候，对吧？这种盘山路或者是冰雪路面的时候。甚至是因为它是台 SUV 嘛，甚至我们去到一些比如说露营场地，然后你走到了很滑的这种路面的时候，其实这个 ELSD 它都会去帮助我们驾驶，因为它会就是你有一侧的车轮打滑或者失去附着力的时候，它动力马上就会传递给有附着力的车轮，这样的话它保证你车辆的动力，保证你车辆的姿态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状态，这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。但是咱们这次的试驾，其实我觉得你是感觉不出来它的存在的，因为咱们的速度不是特别快，然后也不是说有多么的弯道，所以实际上你的轮胎是时时刻刻都有抓地力的。但是265、295的这个胎宽的配比呢，我觉得日常开是可以的。
如果大家想下赛道的话，他们应该也会给出一个半热熔的轮胎的选配。另外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啊，就是我觉得不属于这台 GT， 是属于这台预期的。就它真是不像一台 SUV， 无论是你看到它整个那种就很低趴的姿态，并且它车高也不是特别高嘛，对吧？还是说你开上它，你都感觉不出来这是一台 SUV 车型，顶多，我觉得算是一个什么旅行车呀，或者 shooting brake 的这种感觉，它真的还是挺轿车、挺驾控的。所以说，在这台车上面去安一个1000匹马力，并不是一件很违和的事情，因为它确实能给你这种，哇，好炸裂的这种感觉，真的是，就是那种最原始的快乐。我记得曾几何时，就咱们都讨论说纯电车没有灵魂。其实我也说过这句话啊，就是感觉纯电车的加速没有灵魂，然后只有大马力燃油才能给你这种就是心潮澎湃的感觉。我只能说，那是因为这台纯电车的马力还不够大，它给你的声音反馈还不够沉浸。就是当你把它的悬架调得很稳定，能够保证一个非常稳的车身姿态，给你一个很大马力并且很沉浸的音效的时候，大哥，你的灵魂就跟这台车它依然是一个共舞的状态。这不存在一定是大马力的燃油车才有灵魂。当然了，这句话等到下次咱们再开到这种大 V8 的燃油车的时候，你又会有全新的感觉，你肯定觉得这纯电车它又不够了。但是此时此刻啊，就这么开着这台车，你的灵魂是与这台车同在的，宝贝们。小爱同学，调到舒适模式。确定切换成舒适模式。确定。驾驶模式切换成舒适模式。是不是瞬间就安静了？能感觉到吧？它整体我觉得这个制动的感觉挺好的，就是虽然我们是就是前6后4，并且是大碳陶，但是我们只要切到舒适模式，你去刹车的时候，它的刹车的线性感觉也蛮好的哦。真的，你看它舒适这起步，天哪！其实我给的这个电门的踏板的开合度挺高的了，我竟然还觉得它有点太肉了。就我觉得我的这种电门踏板的开合程度，它应该多多少少给我窜一点，但它窜不了一点。就它的每一个驾驶模式的区分感就区别非常的大。你舒适的话就是启停都是柔柔的，然后你运动的话就是包括悬架在内啊，它都是很紧的这么一个状态。我觉得这台预期 GT 啊，开起来最快乐的2个点，一个就是这动力是真猛啊，就完全是那种来自于最原始的快乐，是真的很猛。第二点就是它完全不同的驾驶模式的调教，就你真的是可以买菜的开这台车，就整体还是挺舒服的。然后你又真的可以说换个轮胎，你下赛道也是没问题的，这很猛。就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挺神奇的。要搁以前，可能我们说去选择一台哇塞你能下赛道很猛的车，那你想买菜，那你可能就得颠着去买菜了，你那西红柿从菜市场到家可能已经碎了。但是现在就不会，它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。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挺有魅力的，挺过瘾的地方。甚至你其实不用下赛道，可能你周末对吧，就是如果去跑个山或者啥的，也是可以拥有这种就完全不同车格的这么一个状态的。我们平时总爱说这车给你不一样的驾驶的感受，但是这台车它是真能给你挺不一样的驾驶感受，因为它的区隔感真的是蛮大的。所以我觉得就冲这2点吧，还是有它的情绪价值的。本来我之前觉得这台车其实没什么特别出的必要啊，我感觉你想性能你可以买 Ultra 呀，但是现在一看的话，它还是有它的特别，有它的点的。那到现在为止啊，预期5款配置已经集结完毕了，73度电池的后续版本，这个是新出的。那价格啊，应该直接就能干到22万左右了，那就跟速七是一个价格了，朋友们，有没有动心的宝贝？那另外啊，96.3度的后续版本长续航版，那剩下的呢就是4驱版本 Pro Max GT， 马力依次增大。所以不知道各位看官更喜欢哪个？说实话，要我说啊，如果咱们就是城市中开，尤其是南方城市，73度电池的那个版本，价格如果再下探，还是挺不错的。我感觉它的销量会再拉升一波。
其实如果我们没有特别强的性能需求的话，我觉得这台 GT 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必要，普通版的预期就可以了。只不过这个颜色是真香啊，所以有可能很多朋友啊买这台车，他就跟当时买 Ultra 一样，他不是为了下赛道，他是为了帅。但我觉得也没有毛病，毕竟娶妻就得娶自己喜欢的，你们说对不对？那么这期视频呢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收看这期一起来电，我是野生依依，我们下期再见。